放箭！两位英雄，快上马！走！拉住他们！站住！站住！来，快坐。多谢小兄弟相救。不用客气，我叫陈家洛。现在整个杭州城的捕快都在捉拿你们。这位大哥又受到这么重的伤，你们就留在这里好好休养吧。这些鼠辈，竟敢在剑上飞毒！大哥，都是我没用，不然也不会连累你被这些小人所伤。灵梅，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样的傻话？姐姐，这位大哥受了这么重的伤，需要尽快的医治啊。我在家里面跟我父亲学过一些医术，我先帮他看看吧。大哥的身体比较结实，这剑伤倒是无妨，只是这毒气已经入了骨，再不医治的话就麻烦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哎，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去请大夫。恐怕他不会跟你来，还是我去吧。不用担心，我有这个。等我拿出这个之后，大夫一定会跟我来的。站住！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刚好出现在这里？小小年纪又有那么多钱，你究竟是请大夫还是去报官？我，灵梅，我看这个小兄弟眼神坦诚，应该不会和官府狼狈为奸的。大哥。有没有看到一男一女2个强盗进来？男的还受了伤，眼看就不行了。没有啊。奇怪，难道消息是假的？我都在这儿待了半天了，什么也没看见。你若说出来，官府悬赏那5000两银子，我们哥俩少说也要分你1000两。两位官爷，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你说那么多银子，谁看了谁不想要啊？是吧？看你这身打扮，不像个乞丐呀。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快说！我在这儿等朋友的。等朋友？走！官爷，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你们听我说呀，官爷，真的没有，没。
大哥，拿下！我们就是追风七骑，你们敢和官府作对，我们是来称一下你们的分。你没事吧？我没事。文太来，我们的事不容别人插手，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们江湖中人，真是会自寻死路。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江湖中人，难道你们是？我们素不相识，你不要误了我们的好事。呀！我们走，走，不要追了。请问大侠，尊姓大名？于九爷，是你啊！这个奔雷手是个厉害角色，我怕七骑他们拼不过他。是啊，他们会坏了我们的事。我就是要让他们去破坏追风七骑、攻打铁骑帮的事。去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文泰来、铁骑帮，都是计划之内的事情。九爷，今天本帮兄弟全是拜你所救，以后但凡九爷有所吩咐，我铁骑帮必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好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今日之事，乃是朝廷从中恶意挑拨所致。用他们7个人去换一个文泰来，一个铁骑帮又算得了什么？这样做，不仅可以将他们收为己用，更可以挑起江湖与朝廷的对立，这不是一举3得吗？所以各位，咱们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了。躲得过这一次，
难保躲得过这一辈子。必须要联起手来。说得好，九爷所言于情于理，这才是真正的江湖大义。兄弟我十分佩服。我文泰来，第一个赞成九爷所言。不错，如不嫌弃，我兄弟二人愿意追随九爷左右。太好了，太好了！玉成大事，必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神出鬼没，踪迹隐秘，而且专门劫富济贫，剑法天下无双。听说无论多少敌人，他也只是一剑。你说的是千山一剑一坤吧？不错。不瞒大伙儿，于某这些年以来，心中一直有个想法，那就是希望联合江湖中的各路侠士，共同成立一个帮派。除了劫富济贫、锄强扶弱之外，这里就是戒尺院，少林寺的重要经籍文书就收藏在这里。二位深夜到此，不知有何缘故？两位大师，千万不要误会，我等此次前来只是向贵寺借样东西，用过之后立刻归还。二位大师，此事情非得已。偷偷摸摸，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心中一定有鬼。大师，在下乃是……还望两位速速离去。如再胡闹，休怪贫僧起了嗔心。大师既然如此说，那在下只好得罪他。且慢动手。阿弥陀佛，二位施主为何如此执着？天境方丈，施主明知事不可为，为何还要强求？大师，意之所在，定无反顾。若是强求，只有徒增妄念。在下不是不听大师的教诲，但在下这次非要拿到文觉大师留下来的东西不可。一切也在所不惜。不错，事关天下苍生。罪过，罪过。
总督主，没事吧？少林功夫果然非同凡响，是在下冒昧了，告辞。总督主，没事吧？总督主，你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趁人之危！你们究竟是什么人？竟然趁人之危！几位施主，何苦要造这深重罪孽？老和尚，咱们的事儿你最好别插手。阿弥陀佛，老衲却不能眼看着你们堕入地狱。这件事，老衲一定要管。多谢大师，总督主。别晃来晃去，行不行啊？四嫂，他们在搞什么鬼啊？我们结义的时候说好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不能瞒着我们呀。13弟，我不是有意瞒你们，实在是事关重大。哎呀，四嫂，你，哎呦，四哥，总督主，四哥，总督主，你们怎么样？我没事，总督主受伤了，快救总督主啊！快扶进房间去。四弟。人生自古谁无死，还需节哀。我死了以后，你们要照着我交代给四弟无尘道长、赵三哥的遗言去做。有四弟转达我的意思。你们一定要照着我的遗言去做呀！我真的没有私心呐。总督主，你记住，一切照你四哥的话去做。是。有你们这些兄弟相交一场，我于某死而无憾。总督主，总督主，总督主！怪我护卫不力。总舵主一走，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吧。各位都节哀顺变。四哥，总舵主有什么遗言，你赶紧说吧。英美，
把那封密信拿出来。警告诸位红花会兄弟，愚兄万庭自知此行艰险，非比寻常，无奈事关重大，几番思量，孤身赴险，亦抱定牺牲之决心。如愚兄未能逃过此劫，也是命该如此。盼众兄弟以此大事为重，万不可荒废时日，为我报仇。我义子陈家洛虽年纪尚轻，人品武功堪为一会之主，而且家洛之身世关系富汉大业，望众兄弟遵我一命，共拥家洛为总舵主，同谋复兴大业。愚兄陛下亦感欣慰也。于万庭留名。什么意思啊？哎，叫这个什么陈家洛的就这么继位了？不行不行，总舵主他是不是糊涂了？这么年轻，怎么能当总舵主呢？就是啊，偌大一个红花会，让个小孩来领导，我蒋四哥先就觉得不妥。13弟、8弟，总舵主能这么想，自会有他的道理。你们先不要着急嘛。就算有道理，现在也听不到了。是啊，红花会上万人，岂能群龙无首？我觉得吴昌二哥和赵三哥都可以当总舵主，我老蒋心悦诚服。我觉得4哥也可以啊。哎，2哥、3哥必定会遵照总舵主一命的。这个未必。八哥、13弟，你们先别打岔了。哎，这怎么就是胡扯打岔了呢？先让4哥把话讲完嘛。哎，各位兄弟，安静一下。总舵主临行之前留下这封遗命，他知道凶多吉少，那我认为他必定有深意。总舵主的人品，这些年来大家是有目共睹。他对我们众兄弟是一视同仁，每次行动前必定是3思而后行，然后一举成功。正因为如此，我们众兄弟对他是心悦诚服。你们说呢？有一件事情，大伙可能并不知道。当年我于内子被陈公子和总舵主相救时，陈公子年纪尚轻，但武功和人品已经堪称一等。当时我就认定，陈公子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加之对总舵主的信任，我文泰来第一个拥戴新舵主继位。大哥，我也站在你这边。我也认为4哥的话有道理，我赞成。还有，石12弟，他的为人和心意我都很了解，他是一定要遵从总舵主的意愿来办事的。还有常五哥、六哥，他们2位一生最敬佩的就是总舵主，所以他们2位不可能有二心。没错。既然你们已经同意了，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好，那我们就来一个千里接龙头，大伙儿一起去天山接少舵主。让开！你出去！闪开！让开！都走了。走！哎，啥？来了，人过来！纪委员，好就好在伺候着。好嘞。红花会的点子还没走，咱们可得看清楚了。师傅，他们会不会冲上来？咱们要不要动手啊？不要乱动，一切听我的吩咐，听到没有？
他吹的是天净沙。什么人呢？看开点，看开点！哎，小子，我们是朝廷派来办案的，赶紧闪开，别误了我们办公室。我这曲子还没有吹完呢。你神神鬼鬼的吹什么笛子？当心我将你拿了！这可是天净沙的曲牌，不听完很可惜的。咦，上！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敢当不敢当，何必行此大礼呢？你也是胡华会的点子，给我上！哎呦，打起来了，快看！哎呦，真笨，打呀！你们倒也不是吃白饭的。啊，你是经济秀才。正是在下。哎，元稹。四嫂，十四弟，你没受伤吧？哦，我没事。四哥呢？跟我来。哎，张大人，怎么回事？红花会的点子来了帮手，我们几个人？一个。一个人就把你们打成这样？昨天晚上抢我包袱的就是他。元稹啊，你去把他引开，越远越好。如果你回来见不到师傅，你就先离开，我会赶上你的。师傅，千万不要动手，甩开就好。姓张的，你哪是我武当门下呀？连个小小的包袱都看不住，还愣招我师叔？哼，站！臭丫头！站！站！谁呀？好，你可是骆元通，骆五爷的好朋友，在下有要事相告。敢问是哪一位前辈？
哈哈，在下陆飞卿，你可是我师兄马真的门下弟子。我却是武当门下弟子。敢问前辈，何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哈哈，我自会证明给你看的。于童拜见师叔。好，贤侄不用多礼。好，贤侄，我出去办点事情。前辈，多谢二位相助。哈，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换个地方。贤侄于童拜见二师叔。哎，贤侄不必多礼。骆宾多谢前辈仗义相助。啊，你和骆五爷是如何称呼啊？那是我先父。袁同弟是我的至亲好友，想不到他竟先我而去呀。前辈，这是我当家的文泰来。前辈，恕在下不能下来见礼了。哈，不必多礼，大家都是自己人嘛。贤侄啊，你果然是我师兄的徒弟啊。掌门师兄近况可好啊？托师叔的洪福，师父他身子安健，他老人家常常惦记师叔，说有10多年不见，不知师叔身在何处，总是放心不下。我也很想念你的师父啊。师侄啊，你另外一个师叔也在此地啊。张昭仲，他已叛出师门，投靠朝廷，为武林人士所不齿。没想到我师弟他竟自甘下流。如果先是泉下有知，定会感到痛心不已啊。张昭仲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必有后援，此地不宜久留。不错，我来找你们正是为了此事。前辈认识周老英雄？哪一位周老英雄？周仲英。铁胆庄周老英雄也在此地吗？周老英雄世居铁胆庄，铁胆庄离这里不过20-30里的路程吧。我和他也是从来没见过面，但神交已久。我素闻他肝胆照人，是个铁铮铮的汉子。贤侄啊，我想让你到他庄上先去避一避，同时我们再派个人去给贵会的朋友报个信，就说你在铁胆庄。好，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接说出来。前辈这个安排本来再好不过，只是不瞒前辈说，朝廷鹰犬追杀于我，实在是小侄身上担着有血海的干系。周老英雄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若被朝廷知道他收留逃犯，岂不连累了他？而且我文泰来怎么能连累朋友呢？
先知啊，你不愿意连累他人，是光明磊落的好汉行为。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些可惜啊。可惜什么？先知啊，你不愿去铁胆庄，我们3个又岂能离开你？你现在身上有伤，不能出手。倘若真的有朝廷鹰犬杀到，我不是长他人志气，灭我们自己的威风。只要我那3师弟在场，我们当中没一个人能胜得了他。老朽不才，但也知道，这朋友义气比性命还重要。倘若我们真的落败，我们不能弃你而逃。固然，老夫这条命不可惜，我可惜的是他们呀。就因为你要逞一时之勇，害得他们要丧命此地呀。四哥，前辈说的是小侄一时糊涂，多谢前辈提醒。此信务必要收好。好，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报信？红花会的后援又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红花会14位香烛，除了我们3个，其他人都已汇集安西。大伙这次去是奉于总舵主一命，请陈家洛少舵主总领会务。安西离此不远，况且邦内县下又好守云集，若是派人求援，赶去铁胆庄，便是再多2个张昭仲也不怕了。没错。好吧，那就这么办吧。你们3个呢，先去铁胆庄上避一避。至于去安西送信的事儿，好，那就交给我好了。前辈的大恩大德，侄女没齿难忘。哎，哪里哪里。事不宜迟，大家赶快动身吧。前辈到了安西，将这朵花插在衣襟上，自然会有避讳的兄弟和你联络的。为什么这么快？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咱们帮里的文四当家和骆十一当家在赶赴天神迎接总舵主的途中遭人暗算，情况紧急得很。我们要马上赶回总舵，想法子救人。哎呀，救人要紧，你赶紧跟他们走吧。师傅，以后啊，不要叫我师傅了，还是叫我以前的那个怪老头好了。师傅，少舵主。哎呀，走了走了，不要烦我了，快走快走啊，走，哎，快走。哎，臭小子，我告诉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还是快点回来的好啊。四哥四嫂，那位恐怕就是铁胆周仲英吧？啊，我也正想说来着，看见没？他的手里拿着2个铁胆呢。他们走得这么快，怕是有急事。这样吧，我们还是先到铁胆庄再说吧。啊，好，好，撤！庄主，刚才那3个人会不会去咱们铁胆庄啊？我也在想这事儿啊。这样吧，剑雄，一回咱们铁胆庄看一看，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帮忙，先把他们留下来，一定要好生的款待人家啊。可是大小姐那边呢？
嗨，这你还不知道吗？我那宝贝女儿哪天不给我惹几档子事儿啊？啊，这样吧，建雄，你呀回去好好的招待客人，我呢自己找我那宝贝闺女去。是，师傅。嗯，咱们走。好呀，好。您慢用啊。注意安全。啊，阁下是？晚辈魏春华，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在下陆飞卿。哦，原来是武当派的陆老前辈啊！失敬，晚辈常听起咱们三当家的赵半山提起您老的大名来。好，我和半山兄的确是至交好友啊。那是。哎，前辈，请坐。好，坐。啊。前辈啊，可是已经遇到了我们帮内的文四哥、文四嫂啊。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啊，前辈，您身上所戴的这朵红花，有4片绿叶相衬，这正是我们文四哥所用啊。好，原来是这样。魏兄弟如此坦言相告，实在是看得起陆某啊。哪里话，应该说是陆老前辈看得起我们红花会才是啊。前辈，本帮有许多兄弟都在此地，不知前辈可否赏脸一步，咱们大伙儿也好聚一聚啊。好，魏兄弟啊，我这次赶来便是有要事奉告，事关文献之的安危。好，魏兄弟，烦请引路。好，请。哎呦，嘿嘿，三位英雄，鄙人宋善鹏是庄内的管家，不知三位尊姓大名啊？宋管家，我们是红花会的人，这位是毕帮4当家文泰来，这位是四嫂，也是我们11当家的。在下洛宾。啊，在下于玉彤，排行14。哎，久仰。哎，请坐。听说贵会在江南开山立柜，一向很少到塞外来呀。这次到我们铁胆庄来，不知有何见教，真是失敬得很。我们老庄主刚出了门，您看。那庄主什么时候回来？哎呀，那就不知道了。其实我们远道而来，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久慕老英雄威名，顺道瞻仰。既然他不在府上，那我们也不便打搅，就此告辞了。三位不如用了饭再走吧。不必了。那稍等，否则老庄主回来可要怪小人怠慢了贵客。来。哎呀，韦爷，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三位远道来到毕庄，我们也没能好好的招待，这点盘缠，就请赏脸笑纳。哼，铁胆庄就是如此待客的。宋朋友，你们太小看人了。啊！不敢！快去后堂报知大奶奶！三位英雄啊！三位英雄！罗老前辈，好，这就是咱们红花会总舵，里面请。好。哟，
老九回来了。九哥，七哥12弟。老九，这位是，啊，这位是陆飞卿陆老前辈。晚辈拜见陆老前辈。哪里？陆前辈，这2位分别是咱们红花会的7当家徐天红，12当家石双英。你就是五诸葛、鬼见愁、久仰。不敢当。陆老前辈是为了4哥4嫂的事儿来给咱们送信儿的。陆老前辈，我们4哥4嫂出了什么事儿吗？文四当家的一直被朝廷鹰犬追捕，而且还受了点轻伤，不过现在没事了，暂时避在铁胆庄内。铁胆周仲英？对啊。江湖上说，周老英雄侠肝义胆，4哥4嫂在他们那儿应该不会有问题。这江湖上能伤咱们4哥4嫂的人可不多呀。看来这次朝廷派出的鹰爪还挺硬。不如这样，老九，你先带陆老前辈去见我们少舵主，我和老石现在就去铁胆庄去接应他们，这样也好。陆老前辈，您的大恩我们红花会没齿难忘。言重了。那好，我们现在出发。好，告辞了。告辞，万事小心。好，走。三位请留步。3位，在下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3位多多包涵。2位小兄弟辛苦了，我这儿有一锭金子，你们拿去喝酒吧。谢谢。这，请留步。3位果然是到庄上来的，请里面坐吧。哦，适才途中遇到3位，老庄主猜想定是到庄上的朋友。本来想当时就折回，无奈有要事要办，所以特命小弟回来迎接3位。老庄主这人生平最爱结交朋友，他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一定会赶回来的，所以特嘱咐小弟请3位到庄上下榻。哦，适才若有不公之处，请3位见谅。待老庄主回来之后，自会亲自道歉。不必了。请问英雄尊姓大名啊？在下穆剑雄，是庄主的大弟子。在下文太来。在下骆宾。在下于童。少舵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好。陆老前辈，陈少侠，原来是你啊！怎么，原来陆老前辈认识咱们少舵主啊？少舵主，陆老前辈带来咱们4哥4嫂的消息了。哦，什么？你原来是红花会的少舵主？哎呀，年轻有为啊！啊，诸位啊，当日之事呢，说来话长，简单着说吧，你们少舵主啊，曾经救过在下的命啊！陆老前辈，您太客气了。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们红花会的各位当家。好，在下吴晨。好，久仰。杨承杰排行老8。常贺志排行老5。常伯志排行老6。蒋四根排行13。陆老前辈，久闻您义薄云天，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办，我姓杨的绝不含糊。哎呀，大家都是兄弟啊，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是啊，既然陆兄是我们红花会的大恩人、朋友，那我们可是交定了。这样吧，还是先请陆兄入座，跟我们说说4当家现在怎么样。好，陆前辈，请。请，几位这边请。哎呀，剑雄啊，这3位就是老庄主新交的好朋友啊。正是，3位，这位就是我们庄主夫人周大奶奶。周夫人，打搅了。哎呦，可别说这个话，快请坐，快请坐。在我们这铁胆庄，可千万别说这个话，要是让老庄主听见了，一定认为咱们怠慢了客人呢。大奶奶说的是，3位到了这儿就当到自己家一样，千万不要客气。就是，刚才他们来说有红花会的英雄来串门子，可是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哎呀，我这心里啊正懊恼呢。可是没想到啊，你们又赏脸回来了。我们老爷子要是知道了，那这个高兴劲儿啊，
可就别提有多好了呢。周夫人，您的性格可真爽朗。嗨，什么夫人不夫人的，叫我姐姐。哎呀，哎呦，妹子，我这妹子可长得真俊呐！啊，哎，这就是我那妹夫了吧？正是。哎呦，我这个妹夫呀，可没我这妹妹长得俊呐！啊，四爷，您别见怪，我家奶奶性子直。啊，不会，不会。啊，对了，这是我儿子英杰，来见过叔叔婶婶。叔叔婶婶好，真可爱，快让婶婶看看。哎呀，真可爱。哦，对了，初次见面啊，婶婶把这个送给你，戴上看看，来，看看喜不喜欢？娘，这，哎呀，妹子，这怎么行呢？哎，姐姐认了我做妹妹，难道我就不能认个外甥吗？快谢过婶婶。谢谢婶婶。哎，喂，啊，四哥，四哥，四哥，哎，快去请大夫，快去呀！快！这么说，四哥四嫂在铁胆庄，正好我有一个兄弟也在铁胆庄。哦，是什么人啊？是庄主的女儿，叫周琦。我们很小就认识了，而且我们还结拜为兄弟。什么？结拜为兄弟？那这么一来啊，这红花会和铁胆庄的关系啊，又进了一层啊。以周仲英的性情，就是没有这层关系，他也会尽心的好好招待四弟和四弟妹的。哦，说的不错。撤！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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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查到红花会点子的去处了。在哪儿？铁胆庄。周仲英的庄子。是。哎呦！带路。请。这帮红花会的实在是穷凶极恶，小人险些就回不来给大人报信儿。可谁让这是皇上的差事啊，又是您大人的事儿啊，你说是吧？啊，小的就是掉了脑袋要回来给您报信儿啊。谁让这是皇上的差事，又是您张大人的事儿啊？就算是搁着这些点子，我，好啊，大人，我带路。既然这样，那咱们就马上出发，把四哥四嫂尽快的接回来，免得节外生枝。好，咱们马上走吧。哎，等等，七弟现在已经赶过去了，暂时来说，四弟他们应该是安全的。依我之见，现在有一件事，我们必须马上去办。哎，二当家的说的有道理。邵舵主，您是不是应该先接掌总舵主这位子才是啊？参见张人。张大人，白大人命我等4人前来支援围剿反贼，更有更多大内侍卫正在赶来此地途中。不必更多人马，我们几个人足矣。这一切听大人调遣。先礼后兵，他们能交出文泰来最好。这铁胆庄在江湖上也算有些名气，非不得已，没必要结仇。这，张大人言之有理。哼，嘉洛这趟下山，只是为了替义父报仇。至于当总舵主，我觉得我不太合适。帮里人才济济，我觉得哪位哥哥继任都比我合适，也不会令义父失望的。我这人年少无知，当不了大任。邵舵主，这可是老舵主的一命啊！就这儿。跟我，我干。在。堵住后门。是。什么人敢擅闯铁胆庄？有眼不识泰山也！赶快叫你们庄主滚出来迎接我们张大人！快呀！温爷，
外面来了朝廷的鹰长，三位快跟我进去避避吧。什么？我文某岂是贪生怕死之人？哎，大丈夫能屈能伸，要是硬拼的话，恐怕要白白牺牲的。四哥，孟兄说的很对。孟兄好意，文某心领了。只是我们万万不能连累宝庄。我们走。文野，你不能走，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没法跟庄主交代。14弟，一段后，我们3个人冲出去。文野，冰妹，文野不为自己想，总该为夫人想想吧。四哥，来日方长啊。随你们安排吧。少舵主，四哥现在身受重伤，陆老前辈跟咱们红花会素不相识，连日连夜赶来报信，反倒是咱们红花会为了总舵主之位争执不休，这不是让陆老前辈看笑话吗？哎，于老舵主的遗命，谁敢不从？少舵主，您要是不从，就是不孝，就是看不起我们这帮兄弟。既然这样，那这红花会留着还有什么用？这7、8万兄弟，干脆散伙算了。老九，不许胡说！贵庄果然是建得气派非凡啊！这位朋友，引我们四下看看，开开眼界吧。大人留步，我家主人外出不在庄内。周庄主不在也不要紧。我的这些朋友都是些山野之人，没见过什么大场面。贵庄建得如此宏伟气派，我们怎么能不四下看看，开开眼界呢？况且，我听说我有几位好朋友，也恰好就在贵庄。走。走。起来！哎呀，哎，小心点。三位，请进吧，这里绝对没有任何人知道。张昭仲走了以后，我再叫你们出来。多谢。请。快！来，这边！你们跟我走！走，跟我来，查清楚啊！孟师哥，我来帮你。好，来。小师弟，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这下面。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好，去找你妈妈玩吧。各位兄弟，你们都知道，以前呢，我是一直反对少舵主继位的。但是，通过这几日和少舵主相处，我觉得总舵主的遗命是对的。少舵主，你就别再推辞了。远的不说，眼下咱们还得救四哥，群龙无首，连个发号施令的人都没有，怎么行？少舵主，要是再推脱的话，那么就伤大伙的心了。诸位哥哥，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只是我真的不合适。兄弟啊，既然少舵主瞧不起咱们兄弟，那咱们救完四哥之后，就回西川。就这么办。少舵主，请以大局为重啊！师父今天再教你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很多事情并非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少舵主，我感觉你还是遵守总舵主的遗言为是啊。少舵主，是啊。
并不是家洛不识抬举，而是我自知自己年少识浅，所以才会。我本想等四哥回来以后再从长计议，可是眼下四哥有难，不可再延，而且众位哥哥又非让我当此大人，那家洛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总舵主。你刚才说你是这儿的管家？是。叫什么？小人宋善鹏。老宋。在庄里面几年了？算来有30几年了。那是30几年呢？32年。这么多年了，不容易啊。跟庄主一家子感情很深厚了吧？是啊。那深厚到什么地步呢？能为他们去死吗？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把人交出来。万一他们家出点事儿，你一个外人外姓的，多不合算。宋管家，哎，这位官爷怎么称呼啊？火手判官张昭仲。原来是张大人，失敬失敬。怎么？你知道我？张大人名声在外，小人虽身在边塞，也是如雷贯耳啊。既然如此，就赶紧把人交出来吧。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大人恐怕要失望了，因为铁胆庄没有朝廷要找的钦犯，也不知道是哪个无知的小人诬陷了本庄，害得大人您白跑了一趟。至于官面上的人物，我们家庄主多多少少也认识一些，只是不知张大人您的上司是哪一位。哼，我的上司，我的上司，比你们周庄主认识最大的官还要大那么一点儿。他要让你们死，你们铁胆庄明天连片瓦都不会留，你信吗？看家跟我来！来了！这边，好好查，好好查啊！好，是。大人，属下们都查过了，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请大人严加拷问那个诬陷我们铁胆庄窝藏反贼的无耻小人，此人动机十分可疑。你说什么？哎，老童，你到底看清楚没有？爷爷当然看清楚了，我亲眼看见3个人进了你们铁胆庄。如果不是的话，爷爷把脑袋揪下来给你当球踢。什么？谁爷爷？你爷爷？你大爷？你废物！张大人，我们铁胆庄向来是安分良民呐。这周老庄主是河西的大绅士，有家有业，方圆500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岂敢窝藏匪类，图谋不轨呀！老宋，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底气了？好，看来我那几位朋友被贵庄招待的不错呀，都呆得不想出来见我。我们走。再去四处看看。既然都来了铁胆庄，怎么能走马观花呢？你们留下，坐。你们留下。大人后院没有？大人没有。大人没发现异常。大人没发现。快走！你过来吧你。这是周仲英的老婆和孩子。把那个孩子拉过来。
臭小子！哎呀，别跑！放手！我问你，你家今天来的3个客人躲在哪儿？你要是告诉我，嘿，我给你买糖吃。你当我是谁呀？铁胆庄周家的人，稀罕你这臭钱！哎，臭小子嘴真硬！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机会救你爹和你娘的命，让我搜出来，你们全家都得掉脑袋！你敢动我一根毫毛，算你好汉！我爹一拳揍你个稀巴烂！哎呦我……小孩儿，过来。你爹是个大英雄，对吧？对啊。你爹他喜欢热闹，喜欢请好多朋友来家里做客，对吧？对。今天你们家里就来了3个客人，对吧？我不知道。呸！急什么？大不了我们仨在这炕上一块挤一挤。放心，我不会挤到你的伤口的。小孩儿，他说你手上那串珠子不是你的。对，那珠子是那女人的，肯定是他偷的。不是我偷的，是婶婶给我的。英姐，哪个婶婶？她已经走了。去哪儿了？干嘛要告诉你？老董，别跟他啰嗦了。我早就听说那个周仲英对这个儿子不是很喜欢，这种事儿啊，肯定都瞒着他。谁说我不知道？我爹最疼我了，什么事都不会瞒着我。哼，回你娘那儿去！小年纪就撒谎吹牛，难怪你爹讨厌你。我没有撒谎吹牛，我爹就是疼我。疼你个屁！庄里的事情都瞒着你。没瞒着我，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我知道，我就知道。人藏哪儿了？就在后院假山里。哎呀，你这孩子，你……哎呀！围起来，围起来！快，围起来！快点啊！来，这边。诸位英雄们，你们先退下吧，我自会向朝廷禀报，一定好好的封赏你们。冰妹，我们被人出卖了，夫妻一场，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听我的话。红花会的反贼，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赶快缴械投降吧！文泰来在此，谁敢张狂？
当派谁的门下？四嫂，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一定要相信我。四哥是朝廷钦犯，暂时不会有性命危险，保住自己才能救四哥。他要是出了什么不测，我绝饶不了他们。这，二位请留步，大夫马上就到，你们请稍等片刻。你这沽名钓誉、狼心狗肺的老贼，你们害我丈夫，这笔账我一定要算。你竟敢骂我师傅！哎，等等，有话好说，温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何对我如此出言不逊？呸！你这个老贼，有意装糊涂。四嫂，咱们想办法救人要紧，我们先逃命，等救了四哥再烧铁胆庄。撤！完了，出事儿，出大事儿了！这，文彦呢？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文爷被官府的人抓走了。好，快走！说，谁走漏的风声？都不说话，都不说话！今天统统从铁胆庄给我滚出去！剑雄，师傅，跟师傅说实话，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是鹰爪们自己找到的。哼！胡说！我的地窖如此的机密，这帮狗贼怎么可能找得到？跟师傅说实话，你们在避讳谁？快说！
夫人，你说。老爷，他们抓了我儿子，我是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苦没吃过？铁胆庄这么多的人，他们居然敢进庄捉人，他们敢捉我的儿子，他们敢吗？老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都是我的错呀，老爷。呀！庄主！爹，是我说的。你说什么？他们瞧不起我，说也不疼我，什么事都瞒着我。爹疼你，好孩子。之后你跟他们说了什么？爹，快说！然后我说他们在假山里，我知道错了。你就是为了逞能，你就是为了逞能才把地窖的事儿告诉他们了。爹，为什么要逞能？为什么要逞能啊？爹，原谅我吧，我知道错了。你不是我儿子。老爷。